全球先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见证 Pi Network 的成功。创始人尼古拉斯博士近期接受了 Open the Magazine 媒体的采访。尼古拉斯博士首先回答了关于 KYC 的问题，还有未来 Pi Network 社交区块链的前景。目前为止 ，Pi Network 目前 KYC 已经面向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官方表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超过500万先锋进行了 KYC， 这是先锋将其应用内 Pi 挖矿余额迁移到派主网区块链的先决条件。由于我们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区块链迁移之一，因此为超过4700万参与的先锋完成。这些流程不可能在1天之内完成。我们的策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派的包容性理念，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 KYC 并参与主网，并且我们致力于确保每个符合条件的先锋都能获得通过 KYC。这是派打造真正的人类点对点生态系统和在线体验的愿景的基础。派 KYC 解决方案可扩展的验证是一个没有机器人和其他恶意行为者的真实人类生态系统，实现了这一愿景。主网对于任何区块链项目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意味着它已经准备好供给公众使用和现实世界交易。主网封闭期也是在主网开放之前测试网络弹性并进行微调的时间。在接受 Open 的采访中，尼古拉斯还谈到了炉边论坛旨在利用区块链驱动的技术，这本质上为 Web3 带来了独特的新机会，来创建一个更加真实和值得信赖的社交网络，其中信息可以由真实的人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众筹，而不是由大型中心化机构去管理，而不是像 Web2 上的社交媒体组织那样成为愤怒的平台。Web2 当前的互联网以社交网络用户生成内容为主，而 Web3 是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使用去中心化技术进行运营。当社交媒体网络正忙于对抗虚拟暴力、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时，在炉边论坛上，用户需要为发帖付费，而费用可以从分散的受众的提示中收回，这些受众会奖励作者内容的效用。为此，他使用了代币经济学。根据 Coinbase 的说法，代币经济学是对加密货币基本特征的分析，可以帮助您相互比较代币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简而言之，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探索如何激励积极贡献并抑制消极行为。经过 KYC 并将其开采余额迁移到封闭的拍主网的先驱者可以访问该平台。Pi Network 推出新的 Web3 社交媒体产品炉边论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炉边论坛的目的有2个，一是尝试解决真正的人类问题。Web2 中存在阻碍在线社交体验的挑战必须予以解决。数字世界日益成为全球数十亿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改变了我们沟通、分享想法和建立关系的方式。Pi与 Fireside Forum 集成的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代币经济学是一种创新的潜在解决方案，可以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所有数字生活，以及如何在线组织社交互动关系和运动。二是为 Pi 的用户提供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实用程序，他们将其称为先锋。炉边论坛通过在 Pi Network 内提供另一种社交应用程序来补充 Pi 生态系统，先锋们可以在其中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系、参与讨论和互动，同时促进网络使用加密货币，实现真正的实用性。通过将 Fireside Forum 添加到 Pi 生态系统中， Pi Network 可以在探索和构建新型实用程序和社交体验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我们来谈谈所谓的在线社交体验的挑战。Web2 社交媒体算法通常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与度，通过鼓励强烈反应，通常是冲突等方式来吸引注意力，而这可能是有害的。炉边论坛旨在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当前流行的 Web2 社交网络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具有巨大的公益潜力，它已经拓宽了获取大量信息的渠道，促进了从科学到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话，并将市场带到了全球每个角落。然而 Web2 社交媒体的大规模使用本身也带来了挑战，例如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网络暴力信息、过载低信噪比等。这些问题不仅会伤害个人，而且正如我们过去几年痛苦经历的那样，还会伤害整个社会。现在这并不是说 Web2 社交媒体应用公司没有注意到或没有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集中式人工和算法内容审核是一种经常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但它本质上是有限的，而且作用也仅限于此。由于信息量巨大，
Web 2必须严重依赖算法内容审核来解决信息过载及太多信息难以管理和低信噪比及过多不相关信息被淹没的问题，在这些在线平台上获取有用的信息。然而，过度依赖这些算法通常会产生信息泡沫或回音，是人们会收到信息或同伴反复验证和强化他们预先存在的信念。虽然这在设计上促进了平台上的参与，但在这些空间中的人们却很容易封闭，甚至积极抵制其他观点，参与冲突或滥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激进。我们确实在 Web 2在线空间中看到了很多负面情绪，但我们也看到社交媒体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帮助下纠正这些缺陷的巨大潜力。炉边论坛是否计划解决 Web 2社交媒体中普遍存在的这些负面问题？是的。Fireside Forum 旨在利用区块链驱动的技术，这本质上为 Web 3带来了独特的新机会，来创建一个更真实、更值得信赖的社交网络，其中信息可以由真实的人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众筹，而不是由大型中心化机构进行。Fireside Forum 致力于通过分散内容管理和审核来积极解决 Web 2平台的缺陷，减少仅依赖算法审核的缺陷，同时仍确保可扩展性达到数百万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促进积极的行为和积极的社会影响，我们正在将代币经济整合到社交机制中，通过一种新颖的成本机制，更好地鼓励准确可靠的内容，正向激励奖励用户的良好行为和精彩内容，同时负面激励会阻止不适当和不准确的内容。通过这些激励措施，炉边论坛为用户提供了自行管理平台内容的工具，这是一种应对 Web 2领域的一些关键挑战的众包方式。总体而言，它旨在成为一种更真实协作、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社交媒体互动方式，营造更健康的在线环境。博士回答：炉边论坛如何将代币经济融入社交互动，以及成本机制如何运作。简而言之，可以使用拍加密货币购买的应用内代币，需要使用 Fire 在 Fireside 论坛中进行参与和操作，例如发帖和回复内容，然后这些帖子和评论将根据他们收到的 Fire 数量进行排序，并显示在相关的 Fireside 频道中，并且 Fire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以便可以推广新内容、发布内容，并以评论或点赞的形式从其他人那里获得 Fire 的用户将获得发送到其帖子的部分 Fire 的代币奖励。通过实施这种成本机制作为加强问责制和提高真实性的工具，炉边论坛阻止了与 Web 2相关的负面行为和算法驱动的社交源，同时鼓励更多深思熟虑和有价值的贡献，促成这种模式。这在 Web 2中可能违反直觉，但是 Pi Network 数以百万计支持加密的个人，他们只需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免费挖掘派。这有助于炉边论坛缓解成本机制的固有挑战，以及模型在成本与奖励、抑制与激励内在与外在动机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改善在线社交互动的目标。最终，先锋们自己将决定炉边论坛的发展和运作方式。我们希望权力归于人民的方法将使其与众不同。一般来说 ，Web 3如何允许对 Web 2平台进行这些改进？区块链集成是 Web 3的固有组成部分，为3个主要领域的改进提供了基础。第一个方面是所有权。大多数 Web 3网络专注于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实现区块链上的非托管访问和存储，并允许更多对在线存在和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代理权。第二个方面是分配和去中心化，一些 Web 3网络提供了更公平、更易于访问的网络资源分配，因此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拍独特的移动挖掘机制实现了这一点，挖掘拍所需的只是一部智能手机，因此该网络是人性化的，并且可供广泛分布的受众使用。最后，炉边论坛在 Web 3平台中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三个方面，改善社交互动和体验。在整合区块链来解决主流社交网络缺陷方面的创新相对有限。我们刚刚描述的代币经济模型是 Pi Network 通过使用拍集成的 Web 3工具来改进 Web 2的独特努力。您认为炉边论坛5年后会怎样？您认为炉边论坛会产生与 Reddit、Twitter 或其他流行平台类似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吗？炉边论坛将如何根据其初始版本的用户反馈继续发展？5年多么大的工作规模啊！作为 Pi Network 关于区块链实现下一代在线社交互动的假设的早期实例之一，炉边论坛或其他变体正在寻求长寿和持续使用。如前所述 ，Web 3相对于 Web 2有固有的优势。Web 3上社交媒体的未来将取决于其具体实现和迭代，为用户提供令人信服且独特的价值主张，培育一个充满活力和参与度的社区，并适应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的格局。炉边论坛的初始版本将
提供洞察力，为实现这些目标的迭代提供信息。现在给出5年的估计还为时过早。最终，炉边论坛的目的有2个：一是尝试解决真正的人类社交问题 ，Web 2中存在阻碍在线社交体验的挑战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是为派的用户提供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实用程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派 Network 的成功，感觉有帮。祝感谢分享、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再见。